乌克兰又动员了15万预备役部队，前苏联的战争思想反而成了乌克兰手中的工具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小飞。过去1、2天里边，俄乌战场上呢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动静。马里乌波尔附近呢，就是俄军还在继续收缩包围圈，不过进展不快。基辅附近呢，出现了一些争夺战。就是俄罗斯方面也公布说有些地区村庄和镇子曾经是反复易手，看上去双方都站得不太稳。那么俄方还说1天之内击落了乌军4架苏24、1架苏27，那我也奇怪了，怎么到了这个时候，俄军还能够让乌军起飞战斗机呢？现在是前线进入焦灼，后方必然要继续的调兵遣将。俄罗斯方面目前除了已经被发现出现在战场上投入战斗的，还有一些个正在调动的部队，就剩下几个旅必须要在原地驻守，不能动了。你看加里宁格勒方向那里的部队呢，调动了海军步兵1个旅，马上波兰前陆军司令就说了，加里宁格勒应该是波兰的。俄罗斯当然警告了，说这话很危险的。亚美尼亚方向呢也调过来1个旅，马上阿塞拜疆开始在纳卡地区采取行动。现在是阿塞拜疆跟俄罗斯正在互相指责。格鲁吉亚周边呢，南奥塞蒂附近的俄军也调动了，那么乌克兰就开始建议说，格鲁吉亚你是不是一起动手？格鲁吉亚倒是暂时没敢说什么。东边呢，远东的部队也动了，但是镇守南千岛群岛的俄军是不能动、不敢动，而且还搞了演习，因为日本最近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表现得有点过于积极了。如果再考虑到俄军现在60%的兵员是1年内的义务兵，按照普京的命令呢，说这批义务兵就算进了乌克兰，也必须立刻回国，所以俄军的一线兵力可能还是会相对比较紧张的。而乌克兰方面呢，泽连斯基一方面宣布可以跟俄罗斯谈一谈顿巴斯地区的地位问题，另一方面也是宣布要赶紧动员2级预备役部队作为谈判的筹码。这批2级预备役部队呢，一共是25个旅，15万人。不过和1级预备役部队一样，这些人都是退伍老兵，其中大部分在2014年以后参加过顿巴斯地区的轮战。虽然说呢那种轮战呢规模不大，但是这些老兵对当地的环境以及这种作战样式，肯定是比俄罗斯从全国各地抽调的部队更熟悉的。而且这些老兵退役之后，每年要回部队1个月或者半个月进行训练，所以这些人虽然是预备役身份，但是反而比俄罗斯那些个只当了1年不到的义务兵有更丰富的作战经验。所以未来乌克兰的战况呢，还可能会继续激烈，甚至还会更加的焦灼。那么俄罗斯能不能征召一些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呢？恐怕有也不多，因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战斗不算什么硬仗，规模不大，能拿的经验呢不多。2008年和格鲁吉亚的那场战斗打得也太顺手，恐怕更多的是培养了骄傲。再往前，征召车臣战争老兵可以吗？恐怕不行，那些人也都50、60岁了。曾经庞大的俄罗斯陆军，居然现在出现了兵力不足的窘迫情况。所以现在美国方面也有人判断，普京可能按照朝鲜半岛模式，把乌克兰一分为2，变成2个国家，然后赶紧收手。至于说乌克兰版本的38线最后画在哪儿，哈尔科夫能不能拿得下来，现在都是未知数。目前俄罗斯必须做的就是封锁北约国家向乌军提供武器装备的通道，毕竟乌军虽然可以动员兵力，但总需要后勤补给和武器弹药吧。而俄罗斯自己呢，能够保证物资供应，就算是人力不足，也可以用火力把对方压垮。其实俄罗斯在乌克兰遇到的问题，恰好就是前苏联留下来的动员制度。当年2战的时候，就是大量的退伍人员和新兵一起投入战斗，让德国感到惊恐，苏军怎么就有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呢？冷战期间，北约也担忧，如果苏联发起进攻，北约部队可能最多就是拼光苏军的一线部队，而后边还有大批的后备兵力能够继续向欧洲涌。就算是拼光了苏军的特64，后边还有特72跟着，就算是把特55全消耗干净，俄罗斯人还能把特34再开上战场。所以现在看来，这种动员机制显然是被乌克兰沿用了，毕竟人家祖上也当过苏联红军，有什么招数人家乌克兰都懂。再加上从2008年到2014年，可能俄军真是打得一路顺风，情绪上太松懈轻敌，而乌克兰反而是惨败之后卧薪尝胆，这8年里边应该是一直没有放松。
所以呢，现在的情况是又一次提醒了我们，就算要砸一只蛤蟆，也不妨用大铁锤下手狠一点，先不用管它是否真的只是一只蛤蟆。好，关于俄乌战场上未来新的兵力变化情况，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